听闻你手艺极好，可以将羊肉烤得没有半点膻味。我的手艺都是祖上3代传下来的，保证不膻，姨娘大可放心。那能不能没有羊肉味儿？姨娘说笑了，既是烤全羊，怎么可能没有羊肉味儿？谁说没有？今日就由我下厨，让林大厨开开眼。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放开我！烤了你，这可不就是没有羊肉味的烤全羊吗？我说过自己断不为妾，连王爷都应允了。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称呼我姨娘！求贵人饶命！我家妻女，他们还等着我。放心，今儿是除夕，我自会送你与家人团聚。娘亲，你快看，是烟花！要是爹爹能和我们一起看就好了。娘亲，爹爹怎么去了这么久啊？说好陪我守岁的。阿宁，你爹爹说了，这次是贵人点名要他，赏钱能抵往日3个月的流水。等你爹爹回来，咱们就关店，带阿宁去游山玩水，好不好？真的？乖。是爹爹！爹爹，爹爹！夫君，夫君！林大厨手艺了得，我家主子十分欣赏，特允许我等送他回来与家人团聚。这是赏钱，天寒地冻的，就不必去王府谢恩了。我们走。林家媳妇儿，那可是摄政王府的人啊！你想步林大厨的后尘吗？都是那摄政王的妾室柳慕瑶。林大厨不过称呼了她一声姨娘，却不知怎么冒犯了她的忌讳。他让人把林大厨摁在火上，硬生生的烤啊！他们将我的夫君活活折磨至此，就仅仅为了这么一句话，为了一个称呼。兰福，爹爹，爹爹！兰福，拿着家里的银子走吧，千万不要。知道了，我不报仇。你放心，那可是摄政王，连皇上都敬他3分。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有几条命去给你报仇？我啊，以后就带着阿宁好好过日子，反正你存的银子也不少了。我把铺子一关，和阿宁春天去踏青，夏天去赏荷，秋天做花糕。兰福，对不起，跟着我让你受苦了。这兰花簪是我娘给我，让我传给林家媳妇儿的。我没什么大本事，就只会颠勺做菜，但是我会好好做活，挣的银子都给你。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兰福，我还愣着干什么？不给我簪上吗？我林毅在此对天发誓，若此生负兰福半分，便叫我以后再也颠不动勺，让林家断子绝孙。好好睡一觉吧，爹爹，爹爹！等你睡醒了，我还做你的妻子。这次的赏钱肯定多，等我拿了钱，就在京城给你买几套新衣服，再打一个纯金的小兔子，给我们阿宁做新年的贺礼，可好？小兔子，我要小兔子！慢点儿，别给孩子摔着。爹爹，我不要什么小兔子，我只要爹爹！除夕之夜，摄政王府定是热闹非凡吧？阿义被残害至此，凶手却还稳居高堂纵欢享乐，凭什么？若这人间没有报应，我便去成为这报应；若天不允我公道，那这个公道我自己来讨。老婆子，我这双手啊，虽说能让已嫁妇人变回黄花大闺女，但是这疼可不是常人忍得了的。有许多姑娘
生生疼死在这屋里。更何况你如此漂亮，就算不是处子之身，想必他们也不会介意。你确定要冒这个险？我要走的路容不得半寸失误。阿娘，阿宁，往后不可再叫我阿娘了，只能叫我阿姐。你可明白为什么？阿宁明白。阿姐，我也想去京城。此路凶险，阿宁怕吗？有爹爹和阿姐陪着我，我不怕。娘子炖的这羊汤不腥不膻，口齿留香，究竟是用了什么法子？沈娘子这羊汤的美名早就传遍京城了，好多人都想来尝尝鲜呢。这么赚钱的法子，岂能告诉你？早听闻摄政王殿下离京督察，如今这是回来了。主角到位，这场好戏也该开场了。王爷还没回来，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想要勾引王爷，简直该死！娘娘明鉴，奴婢只是想要取些水来浇花，绝无勾引王爷之心啊！看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一脸的狐媚相，瞧着就糟心，还不快把他打发了？不，娘娘饶命，饶命！住手！柳慕瑶，这些年府里但凡有几分姿色的丫头都被你虐杀致死，你究竟还要造多少杀孽才肯罢休？瞧你这话说的，我这是替王府清理妄想之人，以免有不长眼的生出龌龊心思勾引王爷。不过也是，王府掌家之权又不在你手里，你怎么会懂？姐姐，你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都保不住，竟然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你住手！柳慕瑶，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天谴吗？天谴？边关3年征战，我与安哥哥相互扶持，同生共死，我才是他心中唯一所爱之人，我才应该是名正言顺摄政王妃，凭什么让你平白占了我位子？若是老天真的有眼，就该让你永远离开。发生了什么事？王爷，柳氏草菅人命，虐杀侍女，天理不容，求王爷严惩。安哥哥，是这奴婢心存歹念，出言顶撞，我才略施惩戒。若他犯了错，你吩咐人处置了便是，何必亲自动手？若你伤了身子，让本王如何心疼？就知道安哥哥心里疼我。阿瑶听闻街角新开了一家羊汤铺子，颇受赞誉。安哥哥为我买一碗来暖暖身子可好？好，只要阿瑶想要，本王都给你。看到了吗？在这王府之中，王爷的宠爱才是一切。我能让你在这王妃之位上坐着，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脸面。若是再来管我的闲事，别怪我不客气。这王府，这的就任由他一手遮天，再无明日了吗？王爷，您刚督察回来，还未曾歇息，何不推辞柳姑娘，明日再来？不出来，难道在府中听他们争风吃醋吗？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还不如出来讨个清闲。这位公子，请你放手！都来街上摆摊了，还成日戴着面纱装什么清纯圣洁？来，让哥哥看看你的小模样。要是合我心意，哥哥我便把你收入房中，可好？公子，我从小无父无母，不敢攀荣富贵，只想赚些银子把妹妹养大，还请公子放手。你要是心疼妹妹，我把你们姐妹2人都纳了，让我也享享福。来吧，还请公子放手！滚！姑娘没事吧？多谢公子。公子若不嫌弃，请在这里喝一碗羊汤，汤薄意重，全当全了小女子一份无以为报的心。也好。
公子请用。对不起，公子，我这就给您擦干净。公子，你一女子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总归是不安全。天色已晚，不如我送你。阿姐，回家啦！阿姐，伤害阿爹的是柳木瑶，阿娘为何要盯着王爷？不入地狱，何以度恶鬼？我的阿宁不需要知道这么多，阿宁只需记得，不管前路如何，阿姐都会护着阿宁。那阿宁也护着阿姐。阿姐今天涂了香粉吗？好香啊！这可是阿姐特意为柳木瑶准备的见面礼，希望她会喜欢。王爷只是买个羊汤，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要的东西呢？这王爷今日怎么如此心急？让你带的东西都没带来，还要的这么狠，小安哥哥可真坏。安哥哥，安哥哥和我在一起还要走神儿，人家不依呢。今儿王爷回去就送了好多珠钗首饰过来，王爷对主子还真是上心呢。主子息怒，王爷真以为拿点东西打发我，我就发现不了外面那个狐妹子了吗？主子，王爷向来洁身自好，从未在外留宿，会不会是主子多心了？多心？他都快被那个狐妹子身上的香粉进入胃了，我还能冤枉了他不成？派人跟着王爷，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迷了王爷的魂。好香的杏花酒！大哥哥，说到这酒我就来气，我阿姐真是笨透了。这杏花酒其他客人出多少钱她都不卖，真是不知道少赚了多少钱呢。这酒只做给我喝。公子日日都来光顾我的生意，帮了我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公子了。阿姐，不如就以身相许吧。阿宁，胡说什么呢？我才没胡说呢。不然阿姐说说，为什么你素日不爱打扮，今日却喷了香水？公子，你可有心上人呀？阿宁，再打趣你阿姐，今晚的糖饼可就没了。能生在普通人家，每日为这些琐事笑闹，倒也不错。普通人家也有普通人家的难处。你说什么？这伤药是我自己做的，还望公子不嫌弃。前2日我便发现了，公子疼吗？习武之人受伤是常有的事，不必在意。我怎能不在意？可是我弄疼了。以前我给阿宁上药，吹一吹他就不喊疼了，是我忘了分寸。无妨，有劳了。主子，奴婢看得真真的，王爷和那卖羊汤的相谈甚欢，甚至还翻了袖口。卖羊汤的，我竟不知是我给了那贱民机会。客官，您的羊汤。阿宁，阿姐，各位大哥，我只是一个普通商贩，与你们无冤无仇，诸位为何要为难我一个小女子？那就要问问你自己，都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夫人，这个摊子是我和我妹妹的全部生机，民女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你要绝了我们的后路。还在装傻？一个平民女子，不好好苟活着，竟敢把主意打到不该打的人身上。像你这等勾引别人夫君的，就该永远消失。
夫人，我每日吟诗起汗时歇，一心想着经营好小铺，从未逾矩，您怕不是误会了？我懒得与你废话，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就算是真的冤枉了你，一条贱命而已，我也当得起。动手！夫人如此草菅人命，就不怕报应吗？人命也分3、6、9等的，有些人生来卑贱，甚至不如牲畜。我想杀便杀了，你能奈我何？不许伤害我阿姐！你这个贱人！你们在闹什么？参见王爷。王爷，您是王爷？朗朗乾坤，京城要地，弄得如同杀人放火一般，成何体统？安哥哥，我这2日羊汤喝多了，闻见羊肉味就犯恶心。本是想来与他们商量，能不能把摊子搬远些，哪知这小崽子扑上来就咬人，我这些手下这才不慎打翻了汤锅。安哥哥，你难道不相信我吗？也罢，那就叫人帮他们把摊子挪好吧。是。起来。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好在安哥哥心中只有我，认什么狐妹子也别想插足。还不快起来！这贱人竟生得如此好看，冲撞了贵人，奴家罪该万死。奴家这就搬去远处，一定不再出现在贵人面前。沈兰赋，空谷幽兰，香在其骨。这名字倒是配他。你进来怎么也没人来通传一声？安哥哥怕我突然进来，可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本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那安哥哥怀中是何物？安哥哥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贱人？阿宁，阿姐找了个信得过的人，明日你就随他一起回老家吧。我不要，阿姐是不是觉得阿宁拖后腿，不要阿宁了？傻孩子，娘怎么会不要你？只是今天太过冒险，差点让你遭殃。阿姐怎样都无所谓，却不想再让你涉险了。阿宁不怕，阿宁已经没了爹爹，不能再没了阿姐。阿宁不走，娘亲别赶阿宁走。好，娘和阿宁一起，永远不分开。阿姐，这是我之前在山上采的草药，你敷上会好受些。阿姐，你这是做什么？不能敷，这伤不能退。爹爹最心疼娘亲，往日阿娘磕破点皮，阿爹都要大惊小怪。若是让爹爹看到娘亲被烫成这样，该有多伤心啊！这大抵没有他当时的1/10疼，你爹爹受的苦，我定要他们100倍奉还。把那个勾引王爷的女人给我带出来！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阿姐！阿宁，快跑！贵人到底要做什么？沈兰父，你当我看不出来，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在王爷面前摆出那楚楚可怜的款？我没有，王爷虽然日日都来，但也只是为了喝口羊汤，绝没有其他意思。日日都来，事到如今你还敢在我面前显摆？今日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怕是绝不了你这份爬床的心思。把他给我按住！你要做什么？我倒是想知道，你这小脸蛋若是添上几道伤疤，你还能怎么勾引男人？
不，贵人，我初见王爷时，只以为他是个侍卫。自从我得知他的身份之后，就再没有过非分之想。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你是没有非分之想，还是不敢有非分之想？你就敢说你对王爷从没起过不该有的心思？我说呀，我就知道你这狐妹子就是诚心勾引王爷，你该死！住手！阿姐，你疼不疼啊？安哥哥，你竟然对我动手，就为了这么一个下九流的贱人？为什么？就因为他长了一张招男人喜欢的脸吗？沈兰福，我要杀了你！柳牧阳，你闹够了没有？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与泼妇合夜，这京中妇人加在一起，都没有你一半的悍度。是，全天下的女子都不如我悍度。可是除了我，又有谁会一步一个脚印把重伤的你从雪地里背出来？谁会割血入药为你医治？谁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护你周全？牧阳，现在看来，我还不如死在塞北，至少会让你永远念着我，也好过现在这样受一个贱人的委屈。王爷，慕瑶姑娘对您是一片痴心，簪子可洗净，可是女儿家的心要是碎了，以后可就再难修补了。王爷快去追吧。是啊，王爷，主子也刚来京城没多久，人生地不熟的，在这京城中乱跑，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没想到这个坏女人背后也有这样刻骨铭心的往事。再怎么相爱，也不该用无辜者的血来暖他们的情。柳慕瑶，这只是个开始。好香的羊汤啊！老板，来一碗。你不要命了？他的生意你也敢光顾？他就是前几日闹得沸沸扬扬，想爬王爷床榻的那个。就是他，真是痴心妄想，顶着一张妩媚的脸蛋在摄政王面前乱晃，不是勾引是什么？谁说不是？等慕瑶姑娘腾出手来，定要收拾了他，为民除害。我可是听说了，王爷为了给慕瑶姑娘过生辰，买了一整个铺子的翡翠做贺礼。王爷和慕瑶姑娘情比金坚，哪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插足得了的？慕瑶姑娘的手段狠辣极了，听说当初王府上有人想勾引王爷，被慕瑶姑娘摁在水里活活淹死。说不定过2日再想喝羊汤，就得给纸钱了呢。还真是不知羞耻啊！起开！你们不要说了，都从我家摊子前让开！什么？你们有脸做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怕我们说了？我们偏要在这里说，就是要让这条街乃至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下贱货色！阿姐，我怕。不怕，阿宁，这世上大多数人都离真相很远，所以他们的话也不值得聆听。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这个坏女人，明明是阿姐帮她让王爷和她和好的，她竟然还这么对阿姐。不做这个顺水人情，王爷又怎么会对我心生愧疚呢？阿姐，收拾一下吧，我们还有生意要做呢。打烊了吗？客官落座吧。杏花酒呢？王爷，杏花已经落了，以后再无杏花酒。也罢。阿姐，王爷好不容易才来，你就这样赶他走了？现在还不是时候。阿宁，我让你做的事可都安排好了？放心吧，阿姐，你让我送的信我都已经送给他们了。攻心之战何其漫长，此事能不能成，全都在此一举了。姑娘，王爷已经许久没有去过那处了，想必定是放下了。一个卖羊汤的卑微商女，
还真觉得自己能胜过我了。这种碍眼的东西也是时候该消失了。是，不知羞耻的家伙，几日不出门，怕不是在里面断气了吧？呸！王孙公子的床榻是他这种女人配沾边的。早就不知跟多少男人鬼混过，定是被公子哥玩过就丢掉。你们住口！我阿姐是无辜的，我阿姐什么都没做过，你们凭什么这样污蔑她？无辜？哪里无辜？真是不知廉耻！你胡说，我们只是想活下去。活下去？像你阿姐那样叉开腿躺着活吗？你们简直欺人太甚！还敢动手？这小的也不是好东西。没错，依我看，趁早收拾干净，省得长大了跟他阿姐一样。猛火油来喽！你们要干什么？你姐姐勾引贵人，得罪王府，就是要整死咱们整条街。老婆婆，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不要，我姐姐真是无辜的，我姐姐已经病了好些天了，我求你们住手，我明天就走，再也不会回京城了，好不好？走，晚了，下辈子投胎记得把眼睛擦亮点儿，别再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要！住手！王爷，是王爷来了！大哥哥，怎么只你一人？你阿姐呢？我阿姐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叫她也不理我，房门锁上了，我怎么都打不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什么？阿姐，不要，阿姐，我求求你不要死，爹娘早逝，我只有阿姐了，我只有你了。兰父，你醒一醒！王爷，是我，兰父，是我。王爷不该来的。是，毕竟来了，也是看你这副冷脸。为什么沈兰福？你明明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求本王，你为什么从不开口？你明知道那些说闲话的是柳慕瑶派来的，也明知本王一直暗中守着你，可你从未看过本王一眼。难道就是因为本王当初骗了你我的身份，所以你即便死也不肯来求本王一句？王爷说完了吗？说完了的话，就请回。沈兰福，你再赶我走试试。爹爹，阿姐是有苦衷的，你在天上一定会保佑她的，对不对？阿宁，你怎么哭了？我好替阿姐高兴，又好替她害怕。你们便在这里好好住着，以后有我护着你们，阿宁什么都不必怕。他没有打算将阿姐接入王府，可是，你们是什么人？敢在京城放箭伤人，可知道是什么后果？有人出了银子要这一屋人的性命，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这就送你们上路。不是说是商户吗？怎么还有会武功的？管他呢！阿宁，阿姐，兰福，保护王爷！阿姐，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你别吓我！王爷，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有事的是你！你怎么这么傻？你一个弱女子，为何要冲到我身前来？从我初见王爷，王爷从歹徒手中救下我的那一刻，我便一见倾心。后来知道您是王爷，知道身份有别，不敢幻想，却不想王爷不嫌我卑贱，与我
如今我已是王爷的人，王爷便是我的天。若能用兰府卑贱之躯换王爷一命，兰府甘之如饴。不许说这种晦气的话，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王爷，刺客以秦，皆为活口，可需严审。不必，除了他还能有谁？王爷，兰府求你，千万别因我与慕瑶姑娘起争执。原就是我不该幻想了自己不该想的人。等我养好伤，便亲自去王府给慕瑶姑娘磕头认罪。阿姐，你腿上的旧伤一直不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现在又万一……阿宁，王爷，您别听小孩子胡言乱语，我没事。王爷，你为我做到如此地步，我怎能放你不管？今日我便将你纳入王府，以后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休想再伤你分毫。柳慕瑶，你准备好迎接我了吗？夫人，奴婢听说今日似乎有刁民围了那女人的院子，说是要纵火烧死他们。虽然这火没放起来，却也闹出不小的动静。那种卑微女子，有人恨她再正常不过，只怕那些蠢货别误了我的正事才好。那女人此刻该是在黄泉路上了吧？不好了！什么是慌慌张张的，还懂不懂规矩？主子，王爷他把沈兰夫带回府了，说是要纳沈兰夫为妻。什么？贱人，贱人！王爷说过只爱我一人，现在却要纳个卖羊汤的贱民为妻，和我平起平坐。凭什么？定是那贱人迷惑了王爷，我要亲手剐了那狐狸精！王爷，沈娘子伤势极深，剑具心脉只差分毫。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务必将她的身子调理妥当。本王要兰府恢复如初，半点病根都不能留。是，下官必竭尽全力。阿义，是你在冥冥之中护着我和阿尼吗？若你真的在天有灵，便看着吧，我定为你报仇雪恨。兰府在想什么？妾身在想，自己是何等幸运，竟能得王爷如此垂怜照拂。兰府，从今往后，我定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贱人，我就知道你这骚狐狸装模作样，无非就是想勾引王爷爬上王爷的床。我今天非要杀了你这贱人不可！慕瑶姑娘，对不起，我知道自己是卑贱之躯，配不上王爷，可情之一字，岂能由心？求姑娘开恩，容我留在王府。便是为奴为仆，只要能让我偶尔远远瞧瞧王爷一眼，我便心满足了。柳慕瑶，你闹够没有？事到如今，你还敢搔首弄姿勾王爷的魂？你打我，为了他，你打我！柳慕瑶，你派人放火烧他宅院，我可以不深究；你派刺客暗杀，我亦可按下。但你可知道，今日那支箭再偏半寸，便会扎进我的胸膛。你是要杀他，还是要杀我？不是的，我没想要伤你，这黑天白夜的，安哥哥怎么会在他家中？若不是你背着我私自去找那贱人，他们又怎么会误伤了你？够了！看来这些年，当真是我将你宠得无法无天，张口闭口就是打打杀杀，毫不顾及人命王法。来人，将他带回院落，闭门思过。放开我！放开我！沈兰福，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放开我！我可是王爷最爱的女人，你敢这样对我，还想不想要命了？柳姑娘，我只是听命行事。沈姨娘，您看这个东西。奴婢失言，还请主子恕罪，奴婢该死。你们不必如此拘谨，我本就是王爷纳的妾室，你们唤我姨娘就好。起来吧。是，沈姨娘，这些都是王爷一早让我们送来的，个个都是库房里精挑细选的宝贝。王爷对姨娘甚是用心呢。我有伤不便前去谢恩，麻烦替我谢过王爷。谢姨娘，奴婢一定把话带到。真没想到这新来的沈姨娘生得这般好看，性子还如此谦和。听说没？柳姑娘被吓晕过去，到现在都还没醒呢。我看啊，她被活活吓死才好呢。说什么呢？不要命了？这样好的东西，阿宁还真是头一次见。
再好的东西也换不回你爹爹的命。阿宁，我们去拜见王妃。阿姐，你的伤还没好，不如等伤好了再去。柳慕瑶恃宠而骄，在王府中无法无天，可再深的宠爱，如果不妥善经营，早晚都会被时间消磨得一干二净。他送到我手里的机会，我怎能不好好把握？妾身沈氏给王妃娘娘敬茶。这王府里竟还有人记得本宫。王妃是王爷的妻子，是这王府的女主人，妾身入府为妾，自然要守规矩。规矩？在王爷的宠爱面前，规矩又算得了什么？你不必拜我，本宫嫁入王府这么多年，看尽了人情冷暖，甚至被妾室齐头上欺凌，早就没了王妃的体面。娘娘，体面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撑起来的。妾身虽然卑微，却也明白一个道理：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无论旁人如何看清娘娘，您都是摄政王妃，是这王府唯一的女主人。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这茶本宫受了，本宫喜静，日后若没有要事，便不必来了。妾身告退。那个小金兔子，这柳慕瑶怎能如此狠毒，竟把人活生生的烤死了？他们一家也是可怜，你把这个给他，算是本宫弥补他们的一份心意。那小金兔子，本宫分明给了那被烧死的厨子，他们莫非是……站住！你来王府，是不是别有目的？什么目的？王妃这样说，莫不是知道了什么？你说兰府别有目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王爷，我不想让您纳妾，可这狐妹子心思颇深，非逼着我喝下她的请安茶。王爷，我才是您明媒正娶的妻子，您万万不能被这些贱人蛊惑了。我看你真是疯魔了。兰夫，你还有伤，来这里做什么？听闻妾室入府都要向王妃敬茶，我怕若是自己不懂礼数，坏了规矩会给王爷丢人，却不想。兰夫，你怎能这般懂事，这般委屈自己？只要对王爷好，兰夫做什么都情愿。阿姐，我们快回去吧，你出来这么久，怕是伤口又要裂开了。王爷，王妃娘娘还在呢，这样怕是要传出闲话。本王宠自己的女人，我看谁敢说闲话。柳慕瑶，你的报应终于要来了。主子，你没事吧？没了眼，没了鼻子，没了舌头，那几个刺客呢？已经被王爷派人扔去乱葬岗了。为了那个沈兰夫，安哥哥竟然这么对我！当年在战场上，我都不知道在鬼门关走了几趟了，他还真以为这种东西能唬得住我。安哥哥越是在意他，我便越要毁了他。主子，王爷现在正在气头上，您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让王爷息怒才好啊。那有什么难的？这些年我和王爷也少不了吵架，只要我低个头，王爷定会心疼。你去帮我约王爷，明日在花园相见。是。沈兰父，你给我等着，等我和王爷和好，定要让你生不如死。阿姐，你睡下了吗？阿姐，王爷呢？我与安哥哥初见时就穿着一身红衣，当时安哥哥还夸赞我如花般鲜艳明亮。主子今天这么美，
王爷见了主子，想必不管发了多大的火，都气不起来了。安哥哥，你怎么让人家等了这么久？怎么是你？王爷昨日歇在我房中，到很晚才休息。我怕柳姑娘久等，才特意前来告诉柳姑娘一声。王爷恐怕来不了了。阿姐，不过一个卖羊汤的下贱女，还敢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柳姑娘误会了，妾身只是担心姑娘久等，才特来告知。若姑娘是因王爷对我的宠爱而动怒，妾身便立马命人将王爷赏的物件通通送到柳阁来。你个小小姨娘炫耀什么？我得王爷宠爱多年，什么稀罕东西没见过，还需要你的施舍？不许打我阿姐！你和我姐姐都是王爷的妾室，平起平坐，你怎么能打我阿姐？我和安哥哥那是上过战场、过命的交情。安哥哥亲口说过，他只认我为妻，他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平起平坐？是，妾身不配。妾身深知柳姑娘身份尊贵，得罪了柳姑娘就是得罪王爷，怎敢与柳姑娘比肩？柳姑娘，阿宁还小不懂事，言语冲撞了柳姑娘，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还请您网开一面，要打要罚都冲着我来，别伤害阿宁。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来人，给我掌嘴！主子，王爷本就在气头上，若是让王爷知道了，怕什么？王爷生气，不过是因为我差点误伤了他，又不是因为他。我不过是替王爷教训了一个不知尊卑、口出狂言的贱婢罢了。给我打！沈姨娘，得罪了。没吃饭吗？若是你那贱蹄子用不上力，我便帮你废了他。阿姐，就这么打，我没让人来叫，就不许停。我今日偏要让他知道，这王府究竟谁尊谁卑。沈姨娘饶命，奴婢是逼不得已的。无妨，你走吧，我不怪你。谢姨娘，谢姨娘。阿姐，疼不疼？疼。我觉得这血甜得很。王爷，出事了！柳姑娘在花园里让人打了沈姨娘。你说什么？不仅如此，柳姑娘还在花园里大肆宣扬她是您的救命恩人，要替您管教沈姨娘。替我管教？呵呵，看来这些年确实是本王太过骄纵她，让她忘了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王爷，听闻沈姨娘伤得不轻，王爷可要去看一看。女人受了委屈，自然是要哄一哄的，只是要面对女人的哭诉抱怨，想想便令人头疼。阿姐，人家都巴不得让伤看着严重些，你怎么反而还要盖住他？见过王爷。王爷来了。这是妾身用小火熬了3个时辰的羊汤，王爷快尝尝，味道可还合口？你就没有什么想同本王说的？确有一事，太医午后刚来过，说妾身肩上的剑伤愈合得极好，王爷不必挂心。谁问你这个？本王问的是今日在花园里的事。你明明受了委屈，为何不告诉本王？为何要瞒着？王爷日理万机，这点微末小事，何必再拿来扰王爷清静？哪个女人受了委屈，不会向自己的丈夫诉说？你这般隐忍淡漠，是不是心中根本就没有本王？王爷若非要这样想，妾身也无话可辩。自与王爷在一处，妾身每日看着您天未亮便起身更衣上朝，夜深了还在书房批阅公文。每次看到王爷眼角的疲倦之色，妾身心里便难受。可恨妾身只是个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今日妾身不过是受些皮肉之苦，忍一忍便过去了。妾身想着，若是这点委屈能替王爷省去一桩烦扰，能让王爷少皱一次眉头，那便是妾身唯一能为您做的事了。是本王错怪你了，只是从未有人像你这般，事事以我为先。
宁可自己受辱，也不愿给我添一丝麻烦。这不算什么，只求王爷千万别因此责怪柳姑娘，她也是关心则乱。关心则乱？他是关心我，还是关心他自己的宠爱与地位？你性子柔善，不欲计较，但本王不能不计较。妾身不懂那些弯弯绕绕，妾身只想安分伺候好王爷。得你为妾，是本王之幸。你们要做什么？放肆！你们这些狗奴才想干什么？王爷说了，今日姑娘无故打了沈姨娘的巴掌，要尽数返还。你胡说什么？王爷怎么可能会？你不想活了吗？我可是王爷的，快住手！柳姑娘，你没事吧？滚开！少在这惺惺作态！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我阿姐好心过来帮你，你推她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我阿姐肚子里还怀着……阿宁，陈侍卫，打也打了，罚也罚了，还请就此作罢吧。说到底，我们都是伺候王爷的姐妹，同在一个屋檐下，和和睦睦的，才是王爷最愿见的，不是吗？姨娘仁慈，属下告退。阿姐，大夫说了，你现在不能久站，更不能动气。既然他不领情，我们快回去歇着吧。柳姑娘，我还真是高估你了呢。你说什么？刚才那小丫头说沈兰福的肚子怎么了？她是不是怀上了？不可能！我来王府这么久，肚子都没有动静，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怀上？她尚未有孕，王爷便能为了她当众责罚我，说她真怀上王爷的骨肉，不行，绝不行！阿姐，你让我说的那些话，我说的可对。为什么柳姑娘听到那些话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若像往日的小打小闹，你挖我一下，我咬你一口，终究是儿戏。在这种王公贵族中，只有后嗣才能伤其命脉，只有让他以为我有孕，才能逼他动手。阿姐，我听不懂。阿宁不需要懂这些，阿宁已经做得很好了。阿宁，你去吩咐厨房多做些酸的来。阿姐平日不是最不喜欢吃酸的吗？怎么突然改了胃口啦？如今我已不是一个人，自然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说的可是真的？那个奸人真的怀上了！怀上了，喜欢吃酸的，都说酸儿辣女，怕还是个男孩。娘娘，这件事还没有定数，说不定只是个误会。误会？怎么可能是误会？若不是因为她怀了安哥哥的骨肉，安哥哥怎么会这般维护她？这贱人知道得不到安哥哥的心，就想生个孩子来套牢安哥哥。沈姨娘，柳姑娘特意让厨房熬了这温经补血的汤，最是滋养，请您用下。放下吧，替我多谢柳姐姐好意，你先退下。柳姑娘吩咐要奴婢，亲眼看着姨娘喝完。柳姑娘还想逼我阿姐喝不成？我既说了会喝，便不会辜负柳姐姐的心意。你先下去吧。是红花，这种东西最多也就是让女子终生不孕。我原以为她能有多狠的手段，没想到不过如此。看来火候还得我自己来添。阿宁，这药有些苦，你去帮阿姐拿些蜜饯过来可好？这药丸毒性极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性命。姑娘若要服用，定要三思而后行啊！阿姐，我拿了蜜饯和小厨房新做出来的糖糕，你看。阿姐！
看这形状，王爷可是在雕刻发簪？这花样是本王亲自画的。他性子淡，不系奢华，头上始终戴着那只兰花簪，如今也该换换了。这黑胡桃木温润，兰花清雅，戴在他发间应该会很好看。属下跟随王爷多年，还是头一回见您对哪个女子如此上心。王爷，不好了，沈姨娘她中毒了，怕是不行了。你说什么？沈姨娘怕是不行了。兰父，兰父，兰父，你醒醒，看着我，看着我，怎么会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柳姑娘送来的汤，说是温经养血，阿姐想也没想就喝了。可谁知大哥哥……陈峰，把那个杜甫给本王带过来。他喝了，是奴婢亲眼看着沈姨娘喝下去的。不能生孩子，这辈子也就没了依靠。我看他还拿什么跟我斗？柳姑娘，王爷请您去一趟。嚷嚷什么？去就去，正好我也想看看那贱人美梦破灭的模样。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又如何？我就是不想让他生下你的孩子。兰福处处敬你让你，小心翼翼委曲求全，他何曾做过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可你呢？你欺他柔弱，竟然给他下千木散这种夺命剧毒！柳慕瑶，你怎么能这么狠？下毒？什么下毒？你还敢狡辩？他是喝了你给的汤才中毒吐血，你自己刚才都承认了。我没有，你这个庸医，定是你看错了。我给他下的只是红花，什么千木散，我听都没听过。你休要信口雌黄，污蔑于我。老朽行医40载，在太医院侍奉2朝，愿以项上人头担保，沈姨娘脉象分明是千木散中毒之兆。此毒取自南疆，微量可致人脏腑渐衰，稍多便吐血而亡。王爷明鉴，所幸沈姨娘所服用的剂量不多，老朽拼尽一身医术，方可将其救回。若再多一丝一毫，纵是大罗金仙也难救啊！不，你撒谎！我给他送了什么汤药，我自己不清楚吗？你承认了，那碗汤是你送的。安哥哥，汤是我送的，我认。可我愿以性命起誓，我真的只下了红花，我只是不想让他生下你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千木散啊！你是什么心性，本王还能不知道吗？你心思一向狠毒，杀一个人对你来说不也就是眨眨眼的事吗？是，我承认，我是嫉妒他。自从这贱人入府，你眼里可还有我半分？我恨不得他立刻消失。可我柳慕瑶不是蠢货，就算我要杀他，也会选在你对他逆防之后再动手。怎么可能在他风头最盛的时候，让我的人明目张胆送去毒汤？那汤是我的婢女亲自送来的，王爷若不信，传他一问便知，他绝不敢撒谎。王爷饶命！你说，我让你送去给沈姨娘的到底是什么？启禀王爷，主子让奴婢送的是红花。安哥哥，你听见了，我送的是红花，我根本就没有给这贱人下毒。这奴婢是你的人，她自然会向着你说话。小贱人，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看就是这贱人自己给自己下毒，污蔑我。安哥哥，这沈兰父平日在你面前装的温柔小意，实则他才是心思最深的那个。定是他换了我的红花，服下剧毒，演这场苦肉计，就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这般阴毒的女人，你可万万不能再留在身边了。你胡说八道！兰福，你怎么样？王爷，妾身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别怕，我在这儿，告诉本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如实说，不论是谁想害你，本王定为你讨回公道。柳姑娘，兰福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好，惹得你这般厌辞？说你看我不顺眼，我可以带着阿宁立刻搬出王府，可你为什么非要对我下此毒手？你胡说，我根本没下毒。安哥哥，你看到了吗？这个贱人就是想污蔑我。那我倒是想问问柳姑娘，我与柳姑娘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怨，值得我用性命去诬陷？柳慕瑶，你平日如何欺辱她？本王不是不知，
只是念着旧情，一再宽容。除了你，这王府还有谁会对他下此毒手？安哥哥，你忘了吗？曾经我们一起上过战场，是可以把背后交给彼此的情谊。可是现在，你连信都不肯信我一次了吗？你若真想自证清白，就拿出证据来。好，我有证据。我给这贱人下红花，从未想过遮掩。那汤药是我吩咐小厨房的厨娘亲手熬制，熬好后立刻由侍女端来，中途未经他人。只要将厨娘传来，问问她熬的究竟是什么，便可真相大白。既然如此，那便把人带来。是。别怕，我定会给你讨回公道。哼，且让你再装片刻，等厨娘来了，我看你这出戏还怎么唱下去。给沈姨娘的汤是你熬的？回王爷，是奴婢熬的。那你便来说说，柳木瑶让你熬的究竟是什么？你定要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虚言，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阿娘的手握得这样紧，莫非真的是阿娘做的？不行，我答应过爹爹要保护阿娘，我不能让阿娘有危险。阿宁，王爷，其实这毒是千木散。启禀王爷，柳姑娘让奴婢熬的是千木散。你说什么？柳姑娘恕罪，您虽给了奴婢银子，让奴婢咬似说是红花，说奴婢一家老小受王府庇佑，是万万不能背叛王爷的，奴婢不能再做助纣为虐之事了。你在胡说什么？安哥哥，他们是一伙的，沈兰福这个贱人定是和这厨娘串通好了。够了！兰福入府不过月余，大半时间在养伤，连这院子都甚少踏出。你告诉我，他如何能与一个在王府后厨做了10年的厨娘串通？倒是你，从放火到刺杀，再到今日这千木散，处心积虑，步步杀机，你的心思之毒，手段之，真让本王刮目相看。不是我，安哥哥，你信我，真的不是我，是有人管家何在？你在看什么？老奴不敢，王爷有何吩咐？柳氏心肠歹毒，屡次谋害兰福，证据确凿。即日起禁足柳阁，没有本王手令，任何人不得出入。安哥哥，我们一起上过战场，我救过你的命，你说过这辈子都不会负我的，安哥哥！拖下去，再让他在此嚎叫，惊扰了沈姨娘静养，本王唯你们是问。放开我！放开我！你虽曾受胁迫，但终能迷途知返，说出实情，功过相抵。下去吧，今日之事不可对外泄露半句。谢王爷开恩，谢王爷开恩。兰父，让你受惊了，是本王往日太过纵容他，才让他跋扈至此，险些害了你。王爷别这么说，是妾身自己不小心。王爷，可否容老朽再为沈娘娘请一次脉？当然，快。如何？可是余毒有变？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方才姨娘脉息微弱杂乱，老朽还不敢确认，可现在细细诊来，这脉象滑如走珠，沈姨娘已怀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你说什么？兰父，你听到了吗？我们有孩子了，这是本王的第1个孩子。兰父，你真是本王的天降福星，先是救本王于剑下，如今又怀上本王骨肉，本王定要好好赏你。王爷，妾身能陪伴在您身边，得到您一丝垂怜，便已是天大的福分。妾身此生再无他求了。兰父，我的兰父，孩子，娘的心中早就被仇恨裹挟，你不该来的。本宫说过洗净，你又来做什么？妾身沈兰妃携幼妹林宁，叩谢王妃娘娘救命大恩。此话何意？本宫听不懂。妾身斗胆查过，那日为妾身作证的厨娘是娘娘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若非娘娘授意，她一个厨娘岂敢在王爷面前替妾身撒谎？或许是因为本宫当时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之人被活活烤死在炭火之上，却无能为力吧。那一天，柳慕瑶，践踏人命，生灵涂炭，你就不怕遭天谴下地狱吗？姐姐不是打定主意躲在佛堂不问世事了吗？怎么今日火气这么大？莫非这火上烤的是你的情郎？
你一个无宠的王妃也配来管我？我就考了，你又能怎样？记得给娘子买漂亮衣裳，记得给阿宁买小金兔子。今日除夕，记得陪家人守岁，祈愿阖家团圆。是爹爹的字，只有爹爹才会写这么丑的字，真的是爹爹。那对小金兔子是我塞回他怀里的，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所以那日在佛堂看到这孩子身上掉出来的金兔子，我便知道你们的身份。柳木瑶虐杀我丈夫，我与他不共戴天，此仇不能不报。王妃娘娘既已帮过妾身一次，妾身斗胆恳请娘娘再帮妾身一次。管家，您这段时间究竟是怎么了？总是魂不守舍的。没什么，只是总觉得沈姨娘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来。您就别多想了，王爷吩咐了，今晚这千灯宴是为沈姨娘特意准备的，半点差错都不能有。沈姨娘来了。是他，竟然是他！怎么今日戴了面纱？可是夜里风大。今日是王爷为妾身和孩子准备的盛宴，妾身想特别一些，王爷不喜欢吗？喜欢，我的兰服怎样，本王都喜欢。兰服，你快看，本王特地命人放了这千盏孔云灯，为你和我们的孩儿祈福，愿你们母子平安，福泽绵长。多谢王爷，妾身此生从未见过如此美景。兰服，以后我会给你更多。若这孔灵灯真能上达天听，传递心愿，我沈兰福唯求一愿，愿我能早日大仇得报，用仇人的血祭我夫亡魂。快看天上，真美啊！王爷对沈姨娘可真是宠上天了。我跟了王爷这么多年，都不曾见过他给我放过一盏灯。一个卖羊汤的女人，她凭什么怀上孩子？凭什么得到这样的宠爱？凭什么？把窗户都关上，一盏灯都不想看见。娘娘，老奴想起来了。什么？沈兰福，她就是那个被活活烤死的林大厨的妻子。你说什么？哪个林大厨？就是除夕夜被娘娘您下令烤死的那个厨子啊！老奴当时奉命去送赏时见过他一面，虽然他戴着面纱，但那身形气质，尤其是那双眼睛，老奴绝不会认错。怪不得那女人自从入府就处处与我作对。她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恨意，原来竟是来寻仇的。柳姑娘，这沈姨娘潜伏入府，定是包藏祸心，我们是否立刻禀报王爷？那厨子早已化成灰了，死无对证。王爷如今正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怎会信我们？说不定还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我们构陷。要做，就要一击毙命，让他永无翻身之时。你立刻出府，去那厨子的村子，给我仔细查，仔细问，看看有没有人能证明沈兰福的身份。是，老奴明白。沈兰福，你费尽心机潜伏到我身边，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扳倒我。这次我定要让你带着你的野种一起下地狱。阿姐，你的肚子又大了些，是不是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个小娃娃出来跟我一起玩啦？或许吧。阿姐，
我这几日心里总是慌慌的，心跳的厉害，我害怕。不怕，有你爹爹的在天之灵护着我们，不会有事的。你们干什么？沈姨娘，王爷请您过去，请吧。王爷，阿姐还有身孕啊！您说过会护着我们，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的。小贱蹄子，你姐姐做出这等不知羞耻、下作肮脏之事，你还有脸喊王爷？还有你，柳姑娘，阿宁年幼，你有什么事尽可冲我来，为何要为难一个孩子？好啊，那你便来说说，除夕夜被活活烤死在我王府后院的烤羊厨子和你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什么厨子，还嘴硬，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来人，把证人带上来。怎么样，这位婆子你应该认识吧？柳氏，你有话便明说，带这样一位神志不清的老人家上来，是何用意？你们有所不知，这位刘婆子在中风前可是中原一带赫赫有名的巫医，不仅善用毒，会养蛊，更有一手绝活，能把那些早已嫁过人、失了清白的女子变回处子之身。沈姨娘，听说你入府前曾特意去寻过她医治呢。王爷，妾身侍奉您这么久，您难道不信我吗？够了，别再摆出这副楚楚可怜的狐媚相。既然你不承认，那便让她来认。你给我看清楚，这个女人有没有找过你？说。王爷，我真的没有。人证就在这里，你还狡辩什么？你一个被人用过的破烂货，靠着下作手段伪装处子，欺骗王爷感情，混入王府。我看你肚子里这个，说不定也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够了！你还有何话说？妾身无话可说。还不快把这不知廉耻的贱人和他这小贱种一起拖去柴房关起来，严加看管，听候发落。王爷，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不能再喝了，伤身啊！滚！都给本王滚开！女人都这般心狠吗？我把整颗心都掏出来给她，她却不屑一顾，踩在脚下，骗我，把我耍得团团转。萧安啊，萧安，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王爷，王爷，你怎么了？太医，快传太医！王爷，这是急怒攻心，引动了旧日头风之症，切记近日务必安心静养，不可再动怒，不可再饮酒，要安心静养。安哥哥，您就别再为那等贱人气坏身子了。我已经知会了族老，他们天一亮就会收拾那女人，以解你心头之恨。听说天亮族老一来，就要把他们浸泡猪笼了。真没想到柳姨娘那般得宠，竟落得这般下场。嘘，小点声，别说了。我好冷，我的阿宁受苦了。阿姐，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吗？进猪笼会不会很痛？我的阿宁不怕，有阿姐在。阿姐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唱你小时候爹爹常哄你睡的那首。小猪吃得饱饱，闭上眼睛睡觉，大耳朵在闪闪，小尾巴在摇摇。王爷万金之尊，何必来这安杂地方？本王只问你一句话，沈兰福，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你走吧。我骗了你，你却还肯放我走？族老那边我会压下去，带着阿宁立刻离开王府，离开京城，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妾身沈兰夫，谢王爷这些时日的垂怜与照拂。此次一别，
愿君珍重。王爷，事情有变，请您快去正厅一趟。究竟是何变故？回王爷，臣妾吃斋献佛多年，见这刘婆子痴傻可怜，不忍其流落街头，便私下请了太医为她诊治。本是一片善心，却不想诊出了蹊跷。启禀王爷，从她的脉象来看，刘婆子并非年老初呆，而是被人下了药啊！你说什么？我还当王妃能想出什么高招替这贱人脱罪，原来是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污蔑我给人下药。安哥哥，我从未给这刘婆子用过什么药，她方才在柴房外指认沈兰夫的话句句属实，无论现在他们怎么挣扎，也改变不了沈兰夫早已失贞欺瞒王爷的事实。一个神志不清之人所说的话，只能算是胡话。若只因几句胡话便定人死罪，岂不儿戏？儿戏？哼！我可真是好奇，沈兰福究竟给了王妃什么好处，能让王妃处处帮他说话？本宫并非想要偏袒，而是觉得如果听信胡言乱语，岂不是冤枉了好？既如此，何不将刘婆子治好，听她清醒之时究竟会说什么？你有法子让她立刻清醒？王爷，老臣有秘制药丸，可暂时中和毒性，令服药者恢复1-2个时辰的清明。那还等什么？还不立刻用药？是。沈兰父，你以为让他清醒了就认不出你了吗？真是可笑！做过就是做过，你这残花败柳之身，再怎么装纯扮嫩，也改变不了你早已是他人夫的事实。你们是谁？这是哪儿？老婆子，你看清楚，认不认识这个女人？认识。安哥哥，你听到了吗？刘婆子承认了。沈兰父，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的确认识这位姑娘，是柳姑娘给我的画像上认识的。柳姑娘反复的让我看那张画像，随即给我灌下一碗药，再醒来我就已经在这里了。你这老不死的，你胡说什么？王爷，皇家面前，我这小小草民怎敢撒谎？王爷明鉴，草民说的句句是实话，只是这样定会得罪柳姑娘，还请王爷庇佑。好啊，好啊，我还真是小看了你们，就没想到你们竟然有这种本事，连证人都能收买。不过你们该不会以为我只有这一个证人吧？来人，把那几个村民带上来。你们几个抬起头，好好看看，认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不是你们村里林厨子的妻子？是，她就是林大厨的媳妇儿沈兰福。安哥哥，你听见了吗？就算刘婆子被他们收买，可沈兰福是林毅妻子这件事是千真万确，这些村民都可以作证。他欺瞒王爷，罪大恶极。柳姑娘答应给的1两银子啥时候能给？家里还等着米下锅呢。你刚才说什么？什么1两银子？没说什么。王爷饶命！是这位柳姑娘找到我们，说只要在王爷面前指认这位沈强子是我们村的人，是嫁过人的，就给我们每人1两银子。我们没见过沈姑娘，就是她那点银子，请王爷恕罪。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你们撒谎，胡说八道！若是王爷不信，可以去村里挨家挨户的查，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啊。不，安哥哥，他们在撒谎，一定是沈兰福买通了他们，是沈兰福教他们这么说的。收买？柳慕瑶，这些人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兰福被关在柴房，刚刚才出来，他如何收买？不是的，我没有。王爷，我们在柳姑娘的房中搜出了这个。没错，就是这幅画。柳姑娘就是拿着这幅画让我认出沈姨娘的。在此之前，我与沈姨娘并不相识啊。柳慕瑶，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不是的，安哥哥，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是一伙的。安哥哥，管家去那厨子家里送尸体时见过沈兰夫，他也可以为我作证。如今柳姑娘已经是众叛亲离，若我还要站在她一边，怕是……王爷明鉴，老奴年事已高，记性早就大不如前了。
根本没看清那家女主人的模样。你这背主忘义的老狗，明明是你亲口告诉我你认得她，是你告诉我她是林毅的妻子，你现在怎能翻脸不认人？是你，沈兰父，是你这个妖女，是你用妖法蛊惑了所有人，是你指使他们合起伙来害我。阿姐，柳慕瑶，本王一次次容忍你、纵容你，念着旧日情分，给你改过之计，可你却变本加厉，诬陷兰府，让本王差点误会了他，伤了他和他腹中的孩子。不是。来人，将柳氏即刻关入别院，没有本王手令，终身不得踏出别院半步。本王此生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女人。安哥哥，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忘了吗？当年战场上是我用血救了你，你的救命恩人啊！你怎么能为了这个贱人这么对我？王爷，请您开恩，饶恕柳姑娘吧。兰父，他如此害你，吕父要置你于死地，你竟还要为他求情？王爷，在妾身心中，您的安危重于一切。柳姑娘她曾救过您的性命，那便也是妾身的恩人，纵使她千般不是，也有恩于妾身。可你也救过本王的性命。王爷是我的夫君，王爷若有个意外，留我独活又有何意义？妾身不是救王爷，而是救自己，救我腹中孩儿的父亲。沈兰父，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安哥哥，我都聋了吗？还不把这疯妇拖下去！这些年本王给你的宠爱、纵容和地位，早已还清你的恩情。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你就在那别院里了此残生吧。安哥哥，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说过这辈子只喜欢我的，你说过的。兰父，为何柳慕瑶冤枉你，你却连一句辩解也不肯多说？若不是王妃发现端倪，本王怕是真的要信了她的话，酿成大错。妾身从小无父无母，王爷是妾身在这灰暗命途里的光，是妾身能抓住的唯一的依靠。旁人辱我、欺我、害我，妾身都可以忍。可当连王爷您也怀疑我时，妾身只觉得天都塌了。失了夫君的信任，妾身万念俱灰。本想着一死了之，可是王爷来了，那一刻妾身便知道，王爷心里是有我的，哪怕只是一丝怜惜，一点不忍，对妾身来说已经够了。傻话，兰父，在本王心中，没人能与你相较。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即日起，本王便封你为侧妃。本王发誓，今日之事永不再有。从今往后，本王必定信你，护你。这可真是把好剑。慕瑶，王爷怕是忘了，妾身不懂这些。若是慕瑶，定能与本王一起舞上一舞。王爷，柳姑娘前2日突然身染恶疾，马上就要不行了，求王爷去见见她吧。什么？兰府，我去看看慕瑶。我就知道你最是懂事。去传太医院所有的太医，跟我走。王爷，柳姑娘现在已无大碍，只是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调理。安哥哥，我错了，我不要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了，是我太贪心了，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只求安哥哥别不要我。只要你以后恪守妇道，本王怎么会不要你呢？安哥哥，王爷，王爷，沈侧帝突然肚子疼，怕是胎相有异，可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被叫走了，本宫不得已只能来跟王爷要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王府给侧妃诊治！兰父要是出了好歹，本王定要你们好看！王爷，我知道王爷对柳氏有旧情，可是太医说了，侧妃受过伤又中了毒，身子虚弱，要想平安生产，必须安心静养。若将柳氏留在府中，万一哪日再和侧妃生了冲突，我父亲在江南有个宅子，
恰好也有一名医住在那里，不如让柳氏去那里养伤吧。我不要，还请王爷为后思考虑。不，安哥哥，我不要去，木瑶要守在你身边，哪里都不去。木瑶乖，你先去住一段时间，等你病好了，我再接你回来。这件事就拜托王妃了。还不快帮柳姑娘收拾！柳慕瑶，当初你狠心害我失了孩子，让我这辈子不能生育了，我恨死了你！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打趴下，有没有可能让你轻易爬起来？是你，你这贱人，你来做什么？王爷不是要把我送去江南吗？这是哪里？你们到底要对我做什么？这是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些都是剔羊肉时要用的刀具。柳姑娘连烤全羊都会做，却连这些刀具都不认得吗？烤全羊，你真是那厨子的妻子？你苦心谋划，勾引王爷，目不陷害，挑拨我和王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报复我！哥哥，哥哥，简兰不是恶鬼，他是那厨子的鬼妻，他要来索命了！快来人啊！有人要害摄政王！阿姐，你看他这样四肢着地爬着走，倒还真的挺像一只羊呢。柳姑娘放心，我定会全了你和王爷生死相随的信任。王爷，这是妾身特地为您熬的羊汤，您快尝尝。今日的羊汤鲜美异常，比以往的味道似乎更胜一筹，但好像和以前的味道不太一样了。用的料不一样了，味道自然也就不一样了。王爷可还喜欢？喜欢。兰福，你总是这般用心，只要你给本王做的，本王都喜欢。阿义，那曾将你置于炭火之上炙烤的毒妇，已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因果轮回，这以牙还牙，可还算公道？夫君，我终于给你报仇雪恨了。那日多谢乡亲们帮我，此等大恩，兰妇没齿难忘。林大厨为人仗义和善，那年大旱，若不是林大厨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分给乡亲们，我们恐怕早就没命了。阿义确实是个极好的人。兰妇，深门大院规矩多，人心变得也快。那日我和林大厨进王府，那管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称呼那女子为姨娘，却不想还是触了她的眉头。你在王府可千万要小心啊！你说什么？管家让你们称呼柳慕瑶姨娘？你说什么？管家让你们称呼柳慕瑶姨娘？柳慕瑶最在意身份，从不许府中人称呼她姨娘。怎会这样？那日管家说，我们要见的是王爷宠妾，要称她姨娘，切不可坏了规矩。可这管家与林大厨有什么仇什么怨，要这样害他？大姐，你先回去吧，此事我自有分寸。不知侧妃娘娘深夜召奴才前来，所谓何事？柳慕瑶的下场，管家可看见了。侧妃娘娘，老奴什么都不记得了，求娘娘开恩，饶老奴一命吧。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要骗林大厨，让他叫柳慕瑶姨娘，害得林大厨被活活烤死？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你吗？这……我有意给管家机会，但看起来是我自作多情了。这是……按照王府惯例，一个人的丧葬费是5两银子。你家中5口人，这里却足足有50两，应该够了吧？
是王爷，侧妃娘娘，是王爷吩咐我这么做的。你说什么？停下！那女子虽看不清容貌，但只是远远的看着，大抵是个美人啊。得王爷青眼是她的福气，不如奴才让她亲自来谢恩，给您过过眼。好好的美人，真是给糟蹋了。王爷说的是，这贱民不知好歹，竟敢土鸡配凤凰。王爷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若是本王出手，岂不抬举了他？正好慕瑶说吃腻了王府的菜，想要换换口味，就让他去吧。是，老奴明白。侧妃娘娘，奴才只是按照王爷的吩咐行事，还请娘娘开恩啊！你走吧。谢娘娘，谢娘娘。来人，处理了。阿姐，本以为柳慕瑶是罪魁祸首，却不想她只是王爷手中的一把刀。阿姐，我竟不知是我害了她。阿宁，对不起，是我害了你爹爹。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那些坏人，是他们仗着有权有势就欺负我们，他们才是坏人。阿宁说的没错，什么名门望族，什么身份显赫，贪婪是他们，嫉妒是他们，无耻的也是他们。他们手握杀生驯魔的权杖，做的却是敲骨吸髓的勾当，该死的是他们。你日日都要给本王做羊汤，无论风雨，从未停歇。南府，只要王爷喜欢，这都算不得什么。你头上的这一只簪子，对你可有什么别的含义？没有什么含义，只是妾身名字中有一兰字，所以喜欢这兰花簪子。说起这个，本王有东西给你。这只兰花簪子是本王亲自构图、亲手雕刻，兰府可喜欢？喜欢。来，本王给你戴上。这玉簪粗劣，配不上我的兰服，就扔了吧。兰父，你怎么哭了？兰父何德何能，能得王爷如此垂怜？快别哭了，每次看你落泪，本王都心疼得厉害。王爷，妾身还怀着身孕呢，太医说了，这几个月不宜行房事。阿宁她再过几年便能嫁人了吧？王爷，本王知道你们姐妹情深，本王不忍看你们分别，不如你们一起留在王府中。本王发誓，定将最好的都给你和阿宁。阿宁怕是没有那个福气。怎么没有福气？你们是全天下最有福气的人。不好了，不好了！王爷晕倒了！王爷晕倒了！混账！一群庸医！王爷，您现在身子才弱，本就时日无多，不能动怒啊！滚！都给我滚！本王身强体壮，怎么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难道……王爷，王爷，趁热喝了吧。阿宁，过来，把这汤喝了。王爷，这是妾身特地为您熬制的，您这是做什么？沈兰父，为何你熬的汤总是有一股奇怪的香气？王爷怕不是多心了，这羊汤只是寻常配方，并无异样。王爷这么说，可是对妾身起了疑心。既然如此，那妾身愿意先喝。
让阿宁喝。兰父，我知道你最疼阿宁。阿姐做的羊汤最好喝了，王爷没喝到，可真是太可惜了。兰父能让阿宁这么爽快的喝下去，想必是我多心了。兰父，慕瑶她怎么样了？原本本王想着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把她接回来，却没想到本王倒是先病了。王爷明天还要喝羊汤吗？不了。也好，毕竟慕瑶姑娘也没几天好活了。你说什么？不过王爷和柳姑娘早已不分你我，生死也没有什么分别吧？是你和王妃合谋害了她？为什么？慕瑶纵然有错，但是她错不至死。她罪不至死，那她手下枉死的亡魂就活该去死吗？你是什么意思？阿宁，我累了，你来同王爷说吧。是，娘亲。你叫他什么？王爷喜欢我娘亲的美貌，可我爹爹不是。那年灾荒，我娘也是难民，那时的娘亲一点都不好看，还给我！干什么呢？走开！饿，还饿。我家的粮食都在这儿了。你这一路上受了很多苦吧？你等着，以后我会把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都拿来给你吃。后来的10几年里，爹爹一直给我阿娘做好吃的。他们有了女儿，还开了自己的小店，原本可以和和美美幸福一生。可是摄政王让我阿爹去考羊，这一去便再也没回来。慕瑶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是那厨子的妻子？你对我这些时日的温存抚贴，那些情意绵绵，全都是假的。你接近我，奉承我，甚至怀上，都只是为了替你丈夫报仇。不然呢？难道王爷以为我对一个杀夫仇人还能生出半分真情？你接近我，奉承我，甚至怀上，都只是为了替你丈夫报仇。不然呢？难道王爷以为我对一个杀夫仇人还能生出半分真情？你是高高在上，视人命如草芥的恶鬼，你们凭着一时喜怒就能不由分说夺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性命。你可知道，当我看到他被面目全非的被抬回来时，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恨不能将你们千刀万剐，恨不得把你们用火烤，用油烹，让你们生不如死。兰父，一个低贱的厨子，值得你如此？我对你不够好吗？我可以给你全天下最尊贵的身份，最无双的权势，我可以给你我所有的宠爱。我不稀罕，我想要的从头到尾只有我的夫君，只有那个会憨笑着给我做菜，会笨拙的给我绣荷包，会许诺要和我白头偕老的活生生的人。王爷可知，每每与你同床共枕，听着你的呼吸，感受你的触碰，我心中是何等恶心。我每一刻都在想，你何时才会遭报应，何时才会早点死。你想干什么？不要，沈兰凤，停下！你不能这样！我是爱你的，我是真心爱你的。不，沈兰凤，你给我站住！我是摄政王，弑杀亲王是诛九族的大罪，你逃不掉的！站住！我命令你站住！你站住！着火了！王爷寝殿着火了，快来人啊！夫君，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替你把债
讨回来了，我们自由了。这是王府唯一的孩子，是未来的摄政王。你真就这般将他交予我？这孩子本就不该属于我，他身上流着的血，一半是仇，一半是孽，于我而言是枷锁。王妃娘娘心性仁厚，明辨是非，将他交给您是最好的去处。只求娘娘看在他终究无辜的份上，莫让他再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这是自然，无论你们日后去往何方，若有一日倦了、累了，我想看看这孩子，王府永远有你们一席容身之地。阿娘，我们现在去哪儿？阿宁忘了，娘答应过你爹爹的，要带我们阿宁去看江南3月的杏花烟雨，去赏西湖6月的接天莲叶，去走遍这天下每一个他曾说过想带我们去看的角落。嗯，